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学中文播客节目。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体验啦？就是中文学了不少，词汇语法好像也还行，可真到了那个需要用中文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心里就有点发怵，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说出来总感觉干巴巴的，有点像在背课文儿。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深入看看你分享的这份关于中文自我介绍的材料。我们的目标就是帮你梳理梳理，在不同的情境下，到底怎么才能做出一个既得体又能给人留下印象的自我介绍。这份材料给的核心方法听起来好像挺简单，抓场景、找重点、加细节，但关键是怎么用好它。很多时候我们光想着我要什么，但可能忽略了我是对谁说，还有就是怎么说才能让人记住，对吧？这个我觉得才是关键。没错，确实是这样。这份材料呢，它主要聚焦了咱们最容易碰到的3种中文自我介绍的场景，一个是非正式的日常认识，一个是相对严肃一点的学校面试，还有就是比较专业的职场入职。它好在哪儿呢？我觉得是特别实用。不光是分析了每种场景的那个沟通目标，还给了具体的说话例子，甚至他还提了些应对紧张的小技巧，目的就是让你听完，大概就明白了，用起来也觉得挺方便的。所以抓场景、找重点、加细节，这9个字儿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指导原则了。它提醒我们，自我介绍它不是一个死的稿子，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就是得灵活调整策略。好，那咱们不妨就从大家最常遇到，也相对轻松一点的场景开始聊起。行，比如说刚搬家，第一次跟邻居打个招呼，或者在学校里认识新同学、新朋友这种不太正式的场合，咱们要怎么介绍自己，才能避免那种“你好，我叫张三，来自北京，喜欢运动”，就这种听起来有点像填表格式的感觉呢？这个情况咱们得深入聊聊。在这种日常交往的场合里自我介绍的目的其实说白了就2点。一是建立一个比较友好亲切的第一印象，对吧？二是提供那么一点点信息，让对方能大概记住你这个人就行。不用搞得太复杂，也不必太正式，可以试试一个简单的3步思路吧。首先呢，清晰地说出你的名字，这个是必须的。接着补充1、2个和你相关的小细节，这个细节不用特别宏大，可以是比如说你家乡有什么特色呀，或者一个非常具体的号号，你住得近呢，或者工作地点在哪儿这些容易建立联系的信息都行。最后呢，可以再加一句能拉近距离的话，比如表达一下友好或者说以后可以互相帮个忙或者寻求一点互动什么的。我来看看材料里的例子，比如这位叫李阳的邻居，他是这么说的：你好，我叫李阳，就住在隔壁302，平时喜欢下班后跟朋友打羽毛球，以后有啥需要帮忙的，比如收快递，随时喊我就行。这个介绍听着就很舒服，是吧？对，很自然。你看，李阳名字有了，住隔壁302和喜欢打羽毛球，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小细节。302这个信息非常具体，一下子就定位了他的身份。然后那个打羽毛球，说不定正好对方也喜欢呢，话题这不就来了吗？而且他最后那句帮忙收快递，随时喊我，哇，一下子就让人觉得这人真热心，挺好相处的，那个距离感唰就没了。是的，很接地气。再看那个转学生王萌萌的例子。Hello， 我是新来的转学生王萌萌，之前在上海上学，超喜欢看国产动漫，比如罗小黑战记。以后上课有不懂的地方，可能要麻烦你多带带我了。这里也挺有意思的，他没说我喜欢动漫，而是提到了具体的作品《罗小黑战记》。对，这个就很关键。
这个细节啊，简直是点睛之笔啊！要是听的人正好也看过，可能立刻就哇，你也喜欢罗小黑啊？这不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吗？比就说一句爱好动漫效果好太多了。而且最后那句请求帮助的话，也显得挺真诚的，容易让人产生好感。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王猛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不起眼，但是足够具体的细节，比如说门牌号、一部动漫的名字，或者一个具体的活动，甚至就是一句主动示好或者请求帮助的话，就这么一个小点，就能让原本可能有点平淡的自我介绍，立刻变得特别鲜活，充满了人情味儿。它不光是传递了我是谁这个基本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好像一把钥匙，帮你打开了进一步交流的大门。所以日常场景关键就是友好真诚，然后通过小细节创造连接点。那如果场合变得稍微正式一点呢？比如说你想申请一个中文学习的项目，或者要加入学校的某个社团，得去面试，这时候自我介绍的目标和侧重点，肯定就跟刚才那个日常场景很不一样了吧？对，完全不一样了。一旦进入面试这种带有评估性质的场合，不管是申请学校、社团，还是以后找工作，都一样。这个时候啊，自我介绍的核心目标就变了，关键是要突出你和这个机会之间的我们叫匹配度。你的介绍得让面试官，就是听的人，能清晰地感觉到，哎，你就是我们想要的人，或者说你非常适合我们这个项目团队。所以呢，介绍的结构和内容重点也得跟着调整。通常可以这么来组织：首先，还是报上姓名和基本背景，比如哪个年级的、什么专业的、从哪儿来的等等。然后，这是最重要的部分，要着重介绍你和申请目标直接相关的经历、能力或者特质。你有哪些对方看重的技能，或者说你有哪些过去的经验能够证明你的潜力，这部分也好好想想。最后，要清晰地说清楚你为什么想来，也就是你的动机、你的期望是什么。整个过程中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有意识地把你自己的条件和对方的需要、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证明你们俩是合拍的。有道理。我来看看材料里那个申请中文社团的，叫张乐乐。他是怎么做的啊？老师好，学长学姐好，我叫张乐乐，是大一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从高中就开始学中文，去年还参加过市里的中文演讲比赛，拿了3等奖。平时也常看中文纪录片，比如《舌尖上的中国》，能听懂大部分内容。我特别想加入中文社团，一是想提升口语表达，二是想能和大家一起聊中国文化，比如传统节日。这个就挺好的。这个介绍就很有说服力了。你看他提到高中开始学，演讲比赛获奖，看纪录片能听懂，这些都是在展示他已经有的中文基础和持续的投入。对，这就是你说的相关的经历和能力，对吧？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说明加入社团的目的是提升口语和聊中国文化。这个很可能就正好是这个社团的主要活动内容，或者是它的宗旨。对，这样一来，就把自己的情况和社团的需求，完美的对接上了。没错，这就充分体现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匹配度。面试官一听就会觉得，这同学不光有基础、有热情，而且目标很清楚，知道自己想来干嘛，也适合我们这儿。没错。再看另一个例子，申请那个中文培训班的安娜。老师好，我叫安娜，来自俄罗斯。我现在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经常要和中国客户发消息，但很多专业词汇都不会，比如订单、发货这些，沟通起来有点费劲。
我听说咱们的培训班会教商务中文，所以想来系统学一下，希望以后能和客户直接用中文打电话。这个也很有针对性。是啊，这个介绍也很有策略。安娜她非常具体地指出了自己工作里的那个痛点，专业词汇不会，像订单、发货，这就让她的学习需求显得特别真实，而且很迫切。对。然后呢，他又很明确地把这个痛点和培训班的特点联系起来了。听说咱们教商务中文，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我为什么选你们这儿，理由很充分，逻辑也清楚。这比笼统地说一句我想提高中文水平，那可有效多了。是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啊，就能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在面试这类需要评估你是不是合格，或者说是不是适合的场合，光表达热情或者罗列一些通用的优点，往往是不够的。关键是要精准打击，你需要清晰地展示出来你的哪些特质、哪些经历或者目标能够正好满足对方的那个特定要求，或者能够让你顺利地融入他们的环境。这种可以说是量身定制的匹配度展示，才是真正能打动面试官的核心所在。我明白了，所以说关键点就从日常的那个建立友好关系，转到了面试里的证明我适合这里。这确实是核心逻辑的一个转变。那么再一步，等我们真正进入职场环境了，比如说加入一家中国公司，第一次面对新同事的时候，自我介绍又该侧重什么呢？这应该和面试那种压力感又有点不一样嘛。是的，对，职场的自我介绍啊，它有它的独特性，可以说是介于面试的严肃和日常的那个随意之间。而且呢，这份材料还特别提醒了我们一点，就是要区分两种挺常见的职场介绍情景。一种可能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说新员工欢迎会啊，或者部门全体会议上，需要对所有同事做的正式介绍。另一种呢，可能就在自己的工位旁边，跟部门里或者小组里的同事进行那种非正式的打招呼。这种情况虽然都是在职场，但是说话的方式和重点也会有点不一样。好，那咱们先看看那个正式介绍的情况。比如入职第一天，领导在部门会上说，来，我们欢迎新同事陈凯，陈凯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这种时候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在这种相对公开和正式的场合呢，自我介绍的目标主要是做到清晰和专业，就是要让大家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快速了解你是谁，还有就是你来这个团队是做什么的。我们看看材料里那个陈凯的例子啊。各位同事好，我叫陈凯，从今天起加入市场部，担任新媒体运营。我之前在广告公司做过2年内容策划，主要负责写公众号文章、拍短视频，也懂一点图片设计。接下来的工作里，可能需要麻烦大家多指导，我也会尽快熟悉业务，和大家一起把市场推广做好。谢谢大家。这个介绍就很得体。首先，市场部、新媒体运营部门和岗位职责说得非常清楚。对。其次呢，他提到了之前做过2年内容策划，负责写公众号文章、拍短视频，懂图片设计。这些都是在具体说明他的专业背景和能力范围，让同事们知道，他能干什么，有什么经验。信息很明确。最后呢，需要大家多指导，尽快熟悉业务，一起把工作做好。这些话既表达了谦虚和积极融入的态度，也暗示了合作的意愿。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既专业又很礼貌。是的。那如果是在 Office 里，比如部门领导把你介绍给旁边工位的几个同事，或者你自己主动去跟他们打个招呼，这种稍微私下一点的场合呢，
介绍方式是不是可以更放松一些？可以相对放松一点，对，通语气可以更像平常聊天那样，但是呢，核心还是要体现出协作性。毕竟这是工作场合嘛，大家以后要一起完成任务的。看看材料里陈凯在这种场景下的介绍。嗨，大家好，我是新来的陈凯，以后就在咱们市场部一起工作了。我主要负责新媒体这块儿，比如写推文、剪视频这些。要是大家有相关的需求或者有好的想法，随时跟我说。我对公司还不太熟，以后找会议室、取快递这些事儿，可能要多问大家，麻烦了。哎，这个版本听起来就更有人情味儿了。他同样说明了自己的工作范畴，负责新媒体、写推文、剪视频，让大家知道业务上怎么找到他。同时呢，主动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有需求或好想法，随时跟我说。而且呢，很自然地为自己将来可能需要请教别人做了个铺垫。我对公司不太熟，可能要多问大家。这样的话，既传递了必要的工作信息，又显得很真诚、很随和，更容易让新同事接纳。对，所以你看啊，在职场环境里，即使是几句简单的自我介绍，也有它的门道在里面。要有意识地传递出你的专业身份，还有你乐于合作的态度，清晰地告诉大家你能贡献什么，就是你的职责和能力是什么。同时呢，适当地表达你可能需要哪些帮助，比如说请求指点啊，或者帮助熟悉环境啊，这都有助于你更快地融入团队，建立起比较好的工作关系。理解了，职场介绍，既要体现专业性，也要为未来的合作打好基础。不过啊，说一千道一万，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障碍可能还不是不知道该说啥，而是，一到那个场合就紧张，心里明明准备了稿子，可是一站起来或者一被注意到，就可能，大脑一片空白，话到嘴边又给忘了。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材料里有没有提到一些应急的小技巧，能帮咱们渡过难关？这个痛点确实是非常非常普遍。好消息是这份材料里啊，确实分享了2个我觉得还挺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在你紧张卡壳的时候帮你救个场。第一个技巧叫做提前准备万能短句，这听起来有点像备用钥匙的感觉。意思就是你可以事先在脑子里啊存那么1、2句比较通用，不太容易出错，又能帮你争取几秒钟思考时间的话。比如说你介绍到一半突然断片了，你可以试着自然的接一句，对了，我再补充一点，或者说到这里，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爱好或者小经历想分享一下，就是用这样的话稍微过渡一下，给自己一个缓冲，往往就能把刚才忘掉的那个思路，给重新捡回来。哦，这个有点意思，像个缓冲带。对，第2个技巧呢是多说具体，少说抽象。这一点其实咱们前面分析例子的时候也反复看到了它的好处。当你紧张的时候啊，大脑很能去调动那些高度概括、听起来很高级的抽象词汇，比如说我具备优秀的沟通能力，或者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但如果你把这些抽象的品质换成描述一个具体的行为，或者一件你做过的事情，那就容易回忆得多了，而且听起来也更真实可信。与其说我沟通能力强，不如说我之前经常负责我们学习小组的讨论，协调大家分工合作。具体的场景和事例，往往比空洞的标签更容易被我们自己记住，也更不容易在紧张的时候卡住。这个说具体的技巧确实很管用，像材料里那个小例子，假如你紧张到就说了句大家好，我叫小白，很高兴来到这里，然后就卡住了，感觉后面没话了。这时候完全可以马上接一个生活化的具体小事，比如对了，我昨天来咱们这儿踩点的时候，发现楼下那个卖豆浆的摊位
好像挺受欢迎的。今天早上就去买了一杯尝尝，味道真不错，以后说不定还能跟大家一起拼个单什么的。你看这样一来，既用一个轻松的话题化解了刚才的尴尬，也让对话能继续下去，还顺便展现了你留意生活、愿意交流的一面，这样就挺好的。非常自然的就过渡了。那么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参照你提供的这份材料一起深入探讨了日常认识、学校面试，还有职场入职这3大典型场景下的中文自我介绍。我们不光分析了每个场景的核心目标和策略，也看了具体的例子，还学到了2个应对紧张的小妙招。感觉现在对怎么做好自我介绍思路清晰多了。最后呢，我们再来提炼一下，可以说是贯穿其中的精髓吧。无论你面对的是哪种场合，想要做好中文自我介绍，有3个核心要点，我觉得是值得牢记的。第一，看场合调整语气和重点，这可以说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轻松的日常场合多带点笑容，分享些生活化的细节，语气亲切自然就好。而到了面试职场这些相对正式的场合，就要把重点放在展示你的能力、经历和专业素养上，态度要认真得体。简单说就是，知道对谁说话，说什么话。因地制宜。对。第二呢，想办法加入至少一个具体细节。记住啊，细节是让你的自我介绍从听过就忘变成有点印象。无论是你的爱好，比如说具体到某一部动漫，或者一段经历，像那个演讲比赛的奖项，你的需求，比如想学商务词汇，甚至是你对某个具体事物，像楼下那个豆浆摊的观察，只要有一个具体的点，就比一堆空泛的形容词更能抓住对方的注意力，也更容易引发后续的交流。这是让介绍立起来的一个诀窍。细节决定成败。没错。第3点，控制时长，别说太长。自我介绍的目的是让对方快速抓住关键信息，而不是听你做长篇大论的报告。一般来说呢，日常的简单介绍控制在30秒以内就足够了。即使是面试和初入职场的介绍，也最好是控制在1分钟左右。要懂得取舍，突出重点，言简意赅。那种过于冗长的介绍，反而容易让人失去耐心，效果可能就适得反腔了。好的，总结得非常到位。看场合加细节，别太长。这3点确实是做好自我介绍的核心了。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能让你在未来需要用中文介绍自己时更有底气，也更自如。记住这些要点，平时有机会可以多琢磨琢磨，多练习练习，相信你一定能做得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地道。这个引出了一个我觉得还挺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的呢，主要是如何根据不同的场合去调整自我介绍，来达到告知信息融入环境这些相对比较直接的目标。但如果你的目标更复杂一些呢？你可以设想一下，在那种跨文化交流的情境中，你希望通过自我介绍，不光是传递基本信息，还要更巧妙的去传递某种个人观点，甚至是subtly 不着痕迹的去挑战或者消解他人可能对你持有的某种刻板印象。在那种情况下，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细节，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构建你的自我介绍呢？这背后所需要的那个策略性思考和表达技巧，或许是在掌握了基本功之后，你可以进一步探索和实践的方向。这确实是个更有挑战性的思考。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就先到这里，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下一期节目再见。